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最近，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美国的大规模抗议，种族歧视的问题再一次成为了风口浪尖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歧视。歧视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，我们华人在这个问题上一般都是被动的。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可能会遇到歧视，而且歧视也是经常要谈论的话题。而在中国生活的华人好像感受不到歧视。除了经常听到新闻上讲国外的歧视，媒体上经常报道中国人在外国被歧视，还有外国的歧视很严重等等，好像歧视是外国的专利。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视频来回答3个问题：第一，歧视是怎么产生的？第二，外国人歧视华人吗？第三，中国没有歧视吗？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先讲一个小故事。多年以前，我在外国读书，像很多学生一样，周末和课余的时间会到中餐厅做兼职，积累社会经验的同时，来赚一些零用钱。有一次到一个 Chinese buffet 做收银员，同时兼职把客人分配到不同的餐桌，不同区域的餐桌有不同的服务生负责，所以基本上要保持平均的原则，不能老是带到一个地方，让有的服务生忙得不可开交，而有的却没有事做。跟服务生熟悉了之后，有的服务生就私下里跟我说，墨西哥人不要带到我这里。我就问为什么，他说墨西哥人不给小费，而且要求还多。这里本来想屏蔽墨西哥这3个字的，但考虑到我们也没什么墨西哥裔的观众，屏蔽了反而你们好奇，所以不好意思了，墨西哥的兄弟们。然后我就说，你对一个第一次进来的墨西哥客人做出这样的假设，那不就是歧视吗？外国人歧视我们华人，我们怎么也能歧视别人呢？他说，我不跟你解释了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果然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也慢慢的对墨西哥人产生了偏见。墨西哥人会普遍不接受你分配的座位，他们总是会有自己的选择。有时候 A 区域没有人，他们非要坐到 B，下次你带人到 B，他又说要到 C，饭点的时候会特别忙，有客人排队等买单，同时又有客人进来等你分配座位，哪里有心情去照顾他们的感受啊？而白人就比较听话，让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。所以虽然服务生歧视墨西哥人不对，可是他们是没有基本工资的，小费就是全部的收入，所以没有小费就等于白做了。这个故事要表达的就是歧视是不对的，我做的也不对，但是没有人生来就歧视别人的。歧视都是有原因的。白人的小孩子出生的时候都不知道多黑的人是黑人，他怎么能歧视呢？所以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包容。那外国人歧视华人吗？这个问题很简单，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歧视有，肯定有，但我没有遇到过。我去过全球20多个国家，在4个国家和地区生活超过1年，还真的没有一次印象深刻的，可能有过小小的摩擦，但无法确定是因为歧视还是另有原因。我相信大部分海外的华人也是这样的感受。如果你有遇到歧视，感受深刻的，请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。所以我认为外国人歧视华人的现象不是很普遍。如果有，我觉得中国人要做的应该是反省，而不是指责。我有很多次见过中国游客的行为，旅游区乱写乱画、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很普遍。我以前家住在奥特莱斯附近，每到旅游季节的时候，大量的中国游客来抢购商品，他们大声喧哗、插队，挑选商品的时候摆一地。别说外国人歧视他们了，我都歧视，搞到我在打折季都不能去买东西了，生怕别人把我跟他们归为一类。我承认我这样做不对，可我也算半个本地人，歧视的产生有时候就是这么不由自主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弗洛伊德案件背后的数据，一个白人罪犯死于警官之手的概率，比一个黑人罪犯死于警官之手的概率高出了25个百分比。相反的，一个警官被黑人罪犯杀害的概率是警官杀害黑人罪犯概率的18.5倍。所以警官害怕黑人罪犯导致过失也是能理解的。医生因为失误造成每年几十万病人的死亡。人不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而对于一个职业群体来讲也是这样子。第3个问题，中国有歧视吗？我想去做一个街访，但是想到还要雇一个摄像的，还是算了。如果你有条件可以帮我问一下，如果你问中国人，外国的歧视严重还是中国的歧视严重？
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认为外国的歧视更严重一些，因为中国的新闻喜欢报道国外对华人的歧视和海外的种族冲突。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我在中国读中学的时候，班里的每一个同学都会被默认的分为三六九等，不仅是老师会区别对待，连同学们之间也是这样子的。第一等家里是军区大院的，往下依次是政府部门的、本校教师家庭的、国有企业的、城镇的、农村的，受欺负的都是处于下等的。每一位同学对应哪一等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可这些还都只是涉世未深的孩子呀。而事实上，中国的官方也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。大家都知道的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，这是中国特色。户口这个词都没法翻译成英文，因为英语里面就没有对应的这个词，所以用汉语的拼音代替。很多高官的衣食住行都有官方的特供，还有像医院里有高干病房，学校的入学有高干子女的内部名额。2017年发生在北京的低端人口事件，政府文件里就直接称呼外来务工人员为低端人口，突然通知他们2天内搬走，也有的说1天，导致数十万人无家可归，寒冷的冬天露宿街头。政府还驱赶给他们送棉被和饭菜的北京市民。美国当然也有歧视，但不会这么明目张胆，更不会在官方的层面去歧视，因为美国有发展了几十年的反歧视法，法律在各个方面都有反歧视的规定，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。但是如果你跟中国人说美国的歧视没有中国严重，因为美国有反歧视法保护被歧视的人群，他们会说美国歧视严重，所以才需要法律啊，中国没有歧视，要反歧视法干嘛？如果我跟你说你要做一个手术，有2个主治医师提出了相同的方案，你问他们有没有手术失败的措施，一个医师提出了手术失败的具体措施，另一个说我没有失败措施，因为我做手术不可能失败，不需要失败措施，你就放心把命交给我就行了。你会选择哪个医师呢？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太跟五毛们较真，他们说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会影响你的思维，因为影响你的思维就是他们的工作。当他们自己面对选择的时候，他们比谁都清楚。别看他们骂美国骂得很开心，要是美国给他们发护照，他们高兴的屁股还没擦就屁颠屁颠的跑得比谁都快。歧视这个词在中国都不是日常用语，相反的在美国却经常提。看过美剧的都有体会，美剧里面 racist discrimination 美国人张口就来，可实际上并不是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世界。希望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机会进步一点点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 Klaus，我们下次再见。